海之文不吭声了。用海童的话说，要不是这件事严重影响到他们所有人的利益了，他们是不可能低头的。就算低头了，也没有低得彻底，每次来都还容易惹毛海童。结果就是如同张总所说的，很简单的一件事，愣是让他们弄得这么复杂，到现在都还解决不了。海童是怎么和商小姐认识的？什么爱情军师？海之文撇撇嘴说道，商小姐痴恋着战家大少爷，大概是海童教她怎么追求战大少爷吧。战大少爷要是知道海童在背后帮着商小姐出谋策划，让商小姐纠缠他，海童倒霉了。我是说他们俩怎么相识的？商小姐那是什么身份？按理说两个人8辈子都不可能认识的。海志明都羡慕海童能和商小飞认识，还能被商小飞罩着。别看商小飞没有在商氏集团任职，但她是商家的千金小姐，这个分量就足够了。她的亲哥哥是管城最优秀的大总裁之一。谁知道他们是怎么相识的？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可以对付海童的法子了，还能破坏他和商小姐的关系。海志明又不笨，说道：“你要去战大少爷那里告状，可是你能见得到战大少爷吗？听说想见战大少爷的人都要提前预约，还不一定能预约得到，还要经过层层筛选，得通过那位谁的审核，才有机会见到战大少爷的。我听说很多战氏集团的职员在里面工作多年都见不到战大少爷呢。首富战家的大少爷在他们这些普通的生意人眼里，那就是如同天神一般的存在，是可以听听他的传闻，没有机会见得到战大少爷的真人。海志明想着，他要是有机会见到战大少爷，让他跪下抱战大少爷的粗大腿，他都愿意的。我是见不到战大少爷，但我可以用其他方式让战大少爷知道这件事。商小姐天天都会去战氏集团门口等着见战大少爷一面的。我想战大少爷肯定烦透了商小姐，我就拿这件事去作文。就算战大少爷还是不见我写的匿名信，他肯定会抽个时间看2眼的。那关系到他耳边能不能清静呢？只要让战大少爷知道是海童在背后给商小姐支招，战大少爷能饶得了他。到时候都不用我们出手，海童姐妹俩就能被战大少爷整得远走他乡，不敢再在管城混下去。海志明想了想，说道：“那你试试吧，海童腰肢这么硬，无非是仗着商小姐罩着他。”海家兄弟俩商量着对策，利用战大少爷来对付海童。海童是绝对都想不到的。他向商小飞道谢，说道：“商小姐，谢谢你这样替我说话。”商小飞满不在乎的道：“小事一桩，咱们是朋友了，不用那么见外。你本来就是我罩着的，连我商小飞罩着的人都敢威胁，不让他尝尝惹毛我的下场，他就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海童，你不用和他们和解，他们这些极品奇葩是永远都不会看到自己错处的，比我商小飞还不如。看来商大小姐是知道自己的名声如何。”沈小军也认同商小飞的话，他最近的3观被不停的刷新，因为他见到了太多的极品和奇葩。海童的老家亲戚以及周红林的家人都是极品中的战斗机，他们没有公开道歉，我是不会和解的。海童坚持着他的原则，他们当初利用网络来搞臭姐妹俩的名声，他就要他们在网络上公开道歉，否则他不和解。就算现在和解了，很快又会闹翻的。他等姐姐的事情解决后，还得要回父母留下来的房子，不能白给了那些极品，估计又是一场官司。商小姐，海童，你们聊，我带杨洋去超市买点青菜回来，冰箱里还有很多商小飞送来的海鲜，今天依旧可以吃海鲜大餐，就是缺了青菜。沈小军抱着杨洋走了，周洋被抱走还不时扭头看商小飞。商小飞笑道：“海童，你的外甥真可爱哦，小调皮一个。现在的孩子都是调皮鬼，下次我过来给你外甥买点玩具。”商小姐，不用了，杨洋有很多玩具的了，我家先生都给他买了很多。商小飞说道：“你们买的是你们的，我买的是我买的，我就喜欢小家伙了，就要给他买很多很多的玩具。要是我外甥呀，我能拆天，都把天拆下来给他玩。”海童，这是一个溺爱孩子的鉴定完毕。沈小军带走周洋后，
海童先进厨房里用电饭煲煲饭，他问商小飞：“商小姐，中午要不要留在这里吃饭？不过是家常便饭，你嘴巴太挑的话，我就不敢留你在这里吃饭。”海童对自己的厨艺很有信心，却不敢保证商小飞能吃得惯他做的家常便饭。商小飞想了想，说道：“还是下次吧，我早上在路上等着站哨。”没有等到啊，等会儿我就去管城大酒店那里等着，他每天都是去那里吃饭的。海童笑道：“那行，你加油吧，争取早日拿下战大少爷。”我很努力了。提到了战印，两个女孩子又说开了。而此刻外面又驶来一辆车，那是战老太太的车子，当然是新买的2手车，配合着战印装穷嘛。不过老太太一下车，看到了商小飞停在店门口的那辆车，马上回到了他的车上，催促着司机快走快走，商家那枚小辣椒在呢，他要是进去就撞在枪上了。司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过老夫人催着他快点开车走人，他也不敢多说，赶紧载着老太太溜了。海童刚从厨房里出来，听到外面的车声，以为是路过的，也没有出来看看。老太太顺利的溜走，他还很好心的打电话给大孙子。等战印接听电话后，他说道：“阿印，商家小辣椒在你老婆的店里呢，你中午过去吃饭的时候放聪明点，别一头扎进去被戳穿了身份，那就完了，海童还没有爱上你呢。我中午我会的，谢谢奶奶的提醒。”战印本想硬气地说中午不去海童的店里吃饭，想到要给海童送周红林出轨的证据，还有宠物狗、宠物猫，就改了口：“你忙吧。”老太太没有过多的占用孙子的时间。婆孙俩结束通话后，战印把手机放在桌子上，身子往后靠在黑色转动椅上，他右手撑着椅子在摸着下巴，摸到下巴有点扎手，他又得刮胡子了。商小飞和他老婆还真是越来越好呀，他要不要想个法子破坏两个人的好关系啊？任由两个人一直这样发展下去，成了好朋友，等到他向海童坦诚身份时，商小飞知道海童是他的情敌，肯定会气死，然后也咽不下那口气，就会对海童展开报复。有他在，他是不会让商小飞伤害海童的。战印也就是想了想，便放弃了这个念头。他战印又不是没有能力保护妻子的人，何必惧怕商小飞？他们俩要交好就交好呗。目前来说，与商小飞交好对海童是件好事，至少商小飞会罩着他吧。他在背后做什么，都能让人想到是商小飞更利于他隐藏身份。战印不会承认是他左右不了海童的交友情况。对不起，你的形象不符合，你另寻高就吧。海玲都还没有坐下，面试的那位身材苗条的女人就把她的简历递还给他了，看他的眼神还带着嫌弃。海玲怔了怔，脸随即涨红，接过了那个女人递还给他的简历。面试这么多次，这一次的面试官最直接说他的形象与他们的职位不符。他就是面试财务部的普通文员，对于曾经干到了财务总监的他来说，已经是把要求放到最低了，但还是被拒了。捏着自己的简历，海玲努力地挤出了点笑容来，问着面试官：“请问我的形象怎么不符合了？”那女人看着他那胖胖的身材，说道：“你既然问了，我就不客气地说实话。虽说财务部的文员不像前台那样高要求，可是看看你这身材，你有200斤吧？啊，胖成这样，你走路都辛苦，你是怎么让自己吃成这副样子的？”海玲的脸又红了，好一会儿啊，她满怀希望地问：“我会坚持减肥的，姑娘，我真的很需要一份工作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我经验充足，绝对会把工作做得很好的。这年头，肥胖的人找工作都要受到歧视了。坚不坚持减肥是你的事，我们就只招一个人，那么多比你条件都好的应聘者，我们挑都挑不过来呢。”胖女人以前还干过财务总监，经验的确是很充足，但她已经有几年不上班，家里还有个2岁大的孩子，谁知道她什么时候生2胎？说不定进来后没干2个月就怀孕生2胎，然后让他们辞退不变，就得硬养着。况且他们陆氏集团随便一个小职员的职位都是很多竞争者的。
又不是招不到人了，多的是条件不错的应聘者。他跟这个胖女人非亲非故，自是不会给他留位置。海玲明白这次面试是泡汤的了，想到这个女人就因为自己的肥胖拒了他，他也不忍了，说着对方，你们公司有你这种以貌取相的职员，早晚都得玩完。我是肥胖，谁说肥胖的人就不能工作了？你们不过是招个小小的财务文员，搞得像选美似的，不要就不要，姐还不稀罕了。那女人被海玲一顿怼，也来了气，指着门口对海玲说道，死肥婆，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我就是嫌弃你胖怎么了？就是不要你怎么了？胖成这样，小心你老公嫌弃你丑，找个年轻漂亮的小妞，到时候有的你哭的。这话戳痛了海玲，她急着找工作，不就是老公嫌弃她吗？出轨了。她为了争取儿子的抚养权，才把要求一降再降。连普通的文员都来应聘了，没想到还会遭到嫌弃及讽刺辱骂。你再骂我一句死肥婆试试。那女人绕出桌子，几步来到海玲的面前，推着她往外走，嘴上不客气地骂着，死肥婆，死肥婆，我骂10句都行，你给我滚出去。海玲肥胖的好处就是她站在那里硬是不动的时候，那个女人推不动她。你向我道歉，必须向我道歉，你不道歉，我就不走了。那个女人气得够呛的，她扭身就回到办公桌前，拿起话筒打内线电话到保安室，让保安进来把海玲轰出去。很快便来了2名保安。男人力气大点，又是2个人，他们不由分说架推着海玲就往外带走。你们放开我，我要他向我道歉。他骂我。海玲奋力挣扎，一直找不到工作的焦虑，遭到丈夫背叛的婚姻，对未来的迷茫，就像一团火似的在海玲的心里燃烧着，让她此刻特别的激动，特别的愤怒。她人胖力气也大，奋力挣扎之下，2名保安都拉不住她。那个女人见状，走出面试室，又叫来了几名男职员，让他们帮着保安把海玲往楼下推去。在几个男人的合力推搡下，海玲被推出了办公大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陆东明陪着一位客户刚要进办公大厦，就与这一行人打了个照面。秘书当即沉着脸质问原因。这个女人是来面试的，不知道怎么的就和赵小姐闹起来了，赵小姐让我们把她送出去。一名保安解释了一句，秘书挥挥手，赶紧把她带走。等等，陆东明认出了被几个大男人推搡的女人是害他2台豪车都要给修的胖女人，他好朋友站印的大姨姐。众人忙停下脚步，海玲带着机会挣脱了前置，她也挣扎的气喘吁吁的，粗喘着气整理好自己的衣衫，又小跑回头捡起她散落一地的简历就要走，被一道高大的人墙挡住，一抬头便对上了陆东明那张刀疤脸。陆先生。海玲错愕地叫了陆东明一声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众人看到海玲和陆东明是认识的，也是错愕不已。那个赵小姐错愕的时候还有点慌，这个胖女人竟然认识他们的总裁。陆东明好笑的道，这是我的公司，我当然会在这里。你这是来我公司面试？面试怎么会和他们闹成这般呀？这是你的公司。海玲愣了愣后便没有再怀疑，因为公司就叫做陆氏集团。战役说过，陆先生是他公司的一位重要客户，他只是没想到陆东明是陆氏集团的总裁。陆氏集团雄起的时候，他还在职场里混着，是知道陆氏集团的实力，他就是一直没有把陆东明和陆氏集团的老总联系在一起。陆先生，我不想闹，我来面试了，你们的面试官说我形象不符，我就问了问原因。他说我太胖，对我的胖充满了歧视，我气不过就说了他2句，他就骂我死肥婆，叫我滚。陆先生，你们陆氏集团也是管城有名的大集团之一，我一直以为你们陆氏集团的职员是很有素质的，没想到素质如此低下。陆总，赵小姐上前2步想解释，陆东明看了她一眼，她就不敢说话了。陆东明问海玲，你应聘什么职位？财务部文员，我以前是做过财务总监的，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。陆东明从他手里拿过了简历看了看后，
对他说道：“你稍等片刻，我一会儿给你答复。”说着，他又歉意地对客户说道：“段总，我处理一点小事情，你先去我的贵宾室等我。”示意秘书带着段总先上楼。陆东明走出了办公大厦，掏出手机就打电话给他的死党。等死党接电话后，他低声说道：“战印，我又遇到了你的大姨姐，她来我公司面试，还和我公司的面试官发生了矛盾，差点被保安轰出来。她大姨姐现在心情不太好呢。她面试什么职位？”战印问了句。财务部的文员，他以前还干过财务总监呀，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倒是充足的很。大材小用了，你看着办吧，觉得他能力可以就录取，不行的话也不必看我的面子。这个是自然的，我是看能力不看谁的面子，就是跟你说一声。我怎么老是跟你大姨姐碰上？我还没有去提新车呢，不行啊。中午我就去 4S 店提辆便宜车回来。陆东明已经对海林有阴影了，战印也觉得太巧了。哎，听着陆东明那夸张的话语，战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你也太夸张了点。他就算进了你公司，也只是个普通的财务文员，你是大总裁，平时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。我现在是不信这话的了，越是以为没机会碰上，越容易碰上，邪得很。问清楚他们闹矛盾的原因，不是我大姨姐的过错，让你的面试官道歉。”战印还是护短的。陆东明笑道：“有你这样的妹夫，我哪敢让你的大姨姐受委屈啊？行了，我知道怎么做了，中午一起吃饭吧。我有老婆的，得回家陪老婆吃饭。”陆东明骂他有老婆了不起啊，有种的，你带着你老婆参加各种宴会啊。战印直接挂他的电话，死傲娇就知道在我们这些单身狗面前炫耀隐婚呢，有种的公开婚讯，我才敬你是条汉子。被好友挂了电话，陆东明还骂了战印几句。片刻后，陆东明走回了办公大厦，板着脸对赵小姐说道：“不用再面试其他人了，就他吧，他工作经验丰富，还有向海小姐道歉。这一次我念你是初犯，扣你1个月奖金，再有下次卷铺回家吃自己的，别败坏了公司的路人缘。”陆东明的话让赵小姐脸色煞白，却不敢为自己辩解，连连应着：“总裁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不会再犯。”然后走到海玲面前，歉意的道：“海小姐，我为我的以貌取人，辱骂你的行为，向你道歉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。”海玲气也消了，不好意思地道：“赵小姐，我也有错，我的语气不好，激怒了你，也请你原谅我哈。”两个人相互道歉后，赵小姐便问海玲什么时候能来上班。工作算是有着落了，海玲内心欣喜，脸上有着笑，说道：“我随时都可以来上班的，那你明天来上班吧。”行，谢谢赵小姐，谢谢陆先生。海玲道过谢后，拿着自己的简历，欢天喜地往外走。海玲，陆东明叫住她。海玲忙停下来，转身堆着笑脸问他：“陆先生还有什么吩咐？你明天上班是吧？明天上班之前，你沿着这处花园外面的水泥路跑上5圈，没跑完不准你上班。”陆东明也觉得海玲胖得过于难看，看在好友的份上，他给海玲一份工作，为了其他同事的眼睛着想，要求海玲减肥，这也是为了海玲好。海玲的笑容僵住，还没有上班就先被总裁要求她每天跑上5圈。看看办公大厦门口的花园，跑上1圈该有100-200米吧。跑上5圈，累人。陆先生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坚持天天跑步的。经历了今天这样的事情，海玲也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胖下去。陆东明抓住她急需工作的心理，用工作来逼迫她跑步减肥。海玲没有觉得陆东明管得太宽，反而觉得陆东明这样做肯定是看在妹夫的份上，也是为他好。公司有食堂，你可以在公司的食堂吃饭，不用跑回家那么累。不过你别放开肚皮来吃啊，给你3个月的试用期，3个月后你还是这副样子的话，陆先生。海玲赶紧打断陆东明的话：“陆先生，我保证3个月后会瘦下来的。他是吃得多，缺少运动才胖成这样的。只要他管住嘴，
迈开腿，3个月肯定能瘦。陆东明似笑非笑的，那我就等着你的试用期结果了。他还故意吩咐着赵小姐，你每天早点回公司，盯着他跑，少跑1圈都不要让他上班。赵小姐呢，恭敬地应着。他和赵小姐有过节，却让赵小姐盯着他跑步，真是偷懒的机会都给他堵死了。没事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回去做事。陆东明解决了好友大一姐的工作问题，大手一挥，让大家回去工作，他则往里走，客户还在等着他呢。陆东明和海玲都走后，众人才议论纷纷，都在猜测他们的总裁和海玲是怎么认识的。看样子他们的总裁对海玲还挺照顾的，会不会是总裁的亲戚？不可能是亲戚，没听到那个胖女人称呼总裁陆先生那么客气的称呼，他们俩只能是见过面，但没有多少交情的。你们说会不会是咱们总裁喜欢那个胖女人？总裁都35岁了，还没有女朋友呢。陆东明也属于年轻有为的大总裁，但他脸上那条刀疤过于明显，加上他高大威猛，眼神锐利，让人一看本能就把他往黑社会分子想去，以至于35岁了还没有女朋友。众人都看着说出这句话的人，赵小姐还拍了对方的后脑勺一下，说他：你什么脑袋？这样的想法都敢有那个胖女人，我是女人都嫌弃，更不要说你们男人了。啊，我们陆总也就是脸上有条疤而已，不看他那边脸，他还是很帅的。以陆总的身份，他想娶什么美女娶不到，需要对一个肥婆下手。还有海玲是嫁了人的，还有个2岁多的儿子，众人这才没有把2个人往男女方面想去，但还是很好奇海玲和陆东明的关系。陆东明还要求海玲跑步减肥，这分明就是为了海玲好呀。要说2个人没点关系，鬼都不信。陆东明，我真是冤呀，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商小飞在中午11点就离开了管城中学，赶往那个管城大酒店等着偶遇战印。海童烧好菜后，战印就到了。一仗在玩玩具的周阳看到战印进来，竟然欢喜地叫喊，然后扔下手里的玩具，欢喜地跑向战印。海童正奇怪外甥怎么忽然间这么喜欢战印的冰山脸。看到战印牵着一条纯白毛的宠物狗，还拎着一只分上下层的笼子，笼子里面关着2只小猫咪，小猫咪还挺胖的，肉乎乎的，很可爱。周阳就是被小动物吸引的，与战印的魅力无关。狗啊狗！周阳指着那条宠物狗，不停地叫着狗狗。海童一边解开腰间的围裙，一边问着战印，这是谁的猫狗？战印把猫笼放在地上，又把那个绑着宠物狗的狗绳绑在了书架的一只脚架上，然后抱起了周阳，回答着老婆的问题：我托朋友帮我买的宠物狗和猫，你看看喜欢吗？闻言，海童一脸惊喜地问：战先生，你的意思是送给我养的吗？战印淡淡地嗯了一声，你说我们家里太安静，想养条狗2只猫。哦，我就帮你买回来了，这猫是布偶，狗的品种好像是什么犬，名字我一时没有记住。海童欢喜的道：没事，不管它是什么犬，我都喜欢，好可爱，也好漂亮。那狗不大，但纯白毛，看着就喜欢。布偶猫很贵的呢。海童又去逗着2只猫，说到这么大的最便宜的，按友情价都得几千元一只，你买的这2只得近万元一只吧？多少钱无所谓，只要你喜欢就行。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了，他们不能进我的房间，你想养就得把他们照顾好，当好你的铲屎官。海童笑眯眯的道：你放心，我和我的猫狗都不会闯进你的地盘的，我会教会他们，你的房间是我们的禁地。他的欢喜都乐了战印，就是他的话让他忍不住抽了抽嘴角，却无法反驳，因为那是他不让他进他的房间。同样的，他的房间他也不能进去。再一次，战印觉得自己签的那些协议啊，约束到的是他自己，他是做梦都想不到自己是那个最先最想违约的人。不知道他反悔行不行？他把协议藏在哪里？他要不要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把协议偷回来，毁尸灭迹？这个想法在战印的脑海里一掠而过，很快就被他压下去了。堂堂战家大少爷，他
他做不出那种不要脸的事情来。好可爱的狗狗。沈小军摸了摸宠物狗的毛发，也夸赞着宠物狗的可爱。战印眼光真好，挑的一条狗2只猫都可爱得很。周阳就更不用说了，挣扎着要下地，不让战印抱他了，他要和狗狗玩。海童还掏出手机来拍了狗狗和猫的相片，不过呢，他没有第一时间发朋友圈。战印之前时刻关注着他的朋友圈动态，现在他还没有加他的微信呢。海童，你拍的相片发几张给我吧。战印趁他开心之际挖个坑让他跳。海童本能地道，你把我的微信都删了，我还怎么发相片给你？你自己拍吧，要多少张就拍多少张。战印沉默，好一会儿，他挨到海童的身边，悄悄地扯他的衣摆。在海童看向他的时候，他俊脸微红，小声说道：海童，我的错，我们加回好友好不好？海童眨眨眼，见他脸色越来越红，想到他这么高傲的人，难得这般低头，再加上他又送了宠物狗和宠物猫给他养，海童便大方地让他扫他的2维码，添加他为好友。以后你再把我删除了，我就把你永远拉黑，再也不加你为友了。战印把他添加为好友后，又恢复了那副泰山崩于前也不变色的样子，低沉的道：同样的错误不会犯第2次，以后删除好友就是他们夫妻的底线了。他要是再删他的微信，就是一刀两断之时。你知道你错了。战印抿抿唇，又飞快地看沈小军和周阳，见一大一小顾着逗小狗狗玩。他凑到海童的耳边小声说道：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，但你还是要和张念生保持距离，他喜欢你。海童也看了一眼好友，同样小声的道：我说过呀，在我们离婚之前，我都不会找下家的。他怎么又不开心了？彤彤，姐找到工作了。海玲的声音传进来，紧接着便看到她胖胖的身影，乐呵呵地走进来，边走边叫喊着：彤彤，姐找到工作了，明天就去上班，还是在财务部，是我熟悉的工作岗位。战印，你过来了呀？看到妹夫也在，海玲冲妹夫笑笑，然后上前去就抱起了儿子，在儿子的小脸上猛地亲了几下，亲的小家伙哈哈的笑。姐，战印叫了大姨姐一声。咦，哪来的狗和猫？好可爱哦。海玲亲完儿子才看到店里添了新成员。战印送给我养的。姐，你找到工作了。姐姐刚刚进来那副高兴的样子，海童很久没有看到过了。海玲先夸了妹夫买回来的小动物很可爱，再回答妹妹，她说道：找到了。很意外的是，我没想到会遇到认识的人。彤彤，你知道我要去哪里上班吗？陆氏集团。海童没有怎么关注这些大集团，对于本市最出名的战氏集团，还是因为好友经常提起战大少爷，他才知道的。后来闪婚战印在战氏集团，他就更熟知了。商氏集团则是商小飞的原因，他才记住。其他大集团大公司的名字，海童真没有留意。他想着他与那些大集团的人不会有交集的，懒得去关注。有那么多时间，他不如多编织点工艺品卖钱吧。听了陆氏集团后，他笑问：姐，陆氏集团是不是大集团？你在那里遇到了跳槽后的老同事？海玲因为工作有了着落，心情特别好，在妹妹面前也没有必要隐瞒，说了老实话，她把过程都告诉了妹妹。海童听后还有点生气的，姐姐胖是胖了点儿，那个姓赵的就歧视姐姐了，素质差了点儿，如果不是遇到了陆先生，姐姐都要被扔出来。海童，姐也有不对的，姐当时说的话也冲了点，才会把赵小姐激怒。现在都过去了，我有了工作，以后和赵小姐是同事，今天不愉快的事情以后不再提，况且我们都相互道歉啊。我是真没想到陆先生是陆氏集团的大总裁。战印，也谢谢你，我想陆先生肯给我这个机会，多少还是看在你的面子上。海玲不傻，他是和陆东明见过2次面不假，但2次都不算好事的。陆东明2辆豪车在见过他后都要去维修一下，要不是看在战印的面子上，估计陆东明直接让人把他抬出去。战印温沉的道：
姐，我又没有做什么，你能进入陆氏集团上班，那是你的本事。陆总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不假，他做事也是很讲原则的。姐要是没有能力，陆总也不会让你进他公司上班。海玲还是反复谢了战印几次。海彤多看了丈夫2眼，战印察觉后回望他，夫妻俩四目相对时，战印眼神深了深。海彤并没有像姐姐那样反复向战印道谢，哪怕他知道姐姐能被陆总直接录取，多少还是看在战印的面子上，对他的感激还是等晚上回到家里了，只有夫妻俩时再说吧。想想再送点什么礼物给他，当做是间接帮姐姐找到工作的报酬。姐，战印先吃饭吧，你等会还要上班的。海彤招呼着大家先吃饭，他随即进了厨房，战印默默地跟着他进去。当着他姐的面，他就叫他的名字，他姐一走，他又是战先生战先生的叫。战先生，不用你帮忙了。海彤回头看到丈夫跟着进来，随口说了句。战印的脸绷紧，他刚腹诽完，他就用实际行动来证实他的腹诽是比珍珠还真的。我进来洗手的。战印声音低沉，隐隐夹着点不满，不过他一直都是这样说话。海彤听习惯了，没有听出他话里夹着的不满。他径直走到了洗碗盆前，拧开了水龙头，洗了洗手，扭头见海彤都不看他，只顾着端起2盘菜，扫了一眼那些菜，除了1盘青菜，其他的还是海鲜。这是商小飞送给他的海鲜。他几大步走过去，从海彤的手里接过了那2盘菜。我既然进来了，就帮忙端菜出去吧，也省得你跑那么多趟。谢谢战先生。欲走的战印忍不住脚步一顿，扭头看他。怎么了？海彤在他接过那2盘菜后，他又重新端起了2盘，见他乌沉沉的眸子直勾勾地看着他，他故意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，并没有弄脏。你能不能不要再叫我战先生？战印一鼓作气地说出了自己心里的不满。跟海彤相处，他有什么不满，最好就是直白地说出来。想让海彤去猜，对不起啊，他没这个时间，也没有心思去猜测。他坚守着协议内容呢。那叫你什么？战印抿嘴，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叫他的名字，他都觉得太生疏。叫他老公吧，用脚趾头想，他也不会叫的。而他似乎也还不习惯被他叫老公。随你吧。战印丢下3个字，就端着2盘菜出去了。海彤小声嘀咕着，不叫战先生，我叫你老公，你敢应我吗？他说过的，他们暂时隐婚，到现在知道他们是夫妻的人真不多。海彤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很快也把菜端了出去。沈小军和海玲已经把桌子摆好并擦拭干净。看到小夫妻俩都端了菜出来，沈小军和海彤也厨房帮忙。今天没有老太太在场提醒着战印给海彤剥虾壳，不过她有了经验，一坐上桌就先戴上了一次性的手套，主动把那盘虾的虾壳剥掉，然后把1盘虾肉摆到了海彤面前。知道杨洋也爱吃虾，战印还帮杨洋加了小半碗的虾肉。谢谢姨丈。杨洋向战印道谢。战印温声说道，吃完了再叫姨丈加给你。好。杨洋乖巧地应着。小家伙是吃过了粥的，现在纯粹凑热闹。他见战印戴着一次性的手套，对妈妈说道，妈妈，我也要。他会说的话还不是算很多，便指着战印刚脱下来的一次性手套，表示他也要戴着手套吃虾。海玲觉得手套太大了，不适合儿子戴，便哄着杨洋就这样拿着来吃，吃完了再洗手，好吗？战印却拿了一双一次性的手套递给杨洋，并对海玲说道，姐，杨洋能养成爱干净的习惯更好。